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坑啊，这是一个最近突然热起来的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呢，中间有很多坑。那么这些坑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坑会误导很多人做很错误的决定。大家知道人民币是货币，那么对货币有错误的判断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一定要讲一讲先讲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先从人民币汇率开始讲。人民币汇率连升了，我印象中是连升了6-7个交易日外汇交易中心昨天的报价是 6.9325，升了30个点子，在这个外汇交易中心是5连涨，3月9号以来的新高。然后离岸人民币呢就升了95个点子，报 6.9208， 比这个离岸比这个在岸还要高，人民币还要强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美汇指数在回落就是说美元在回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需求疲弱导致这个美元的需求下降。那就是当然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人民银行的汇率操控系统把这个美元的需求压缩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美元的需求压缩到这个低的水平，人民币汇率就相对比较涨得比较高。当然核心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由于美元的需求在下降控制的比较低，那么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空间就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它在控盘。所以最近在投机人民币的朋友要小心，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我讲的这个人民币汇率操控系统对这个汇率的影响非常大人民银行的对市场的这个把控能力比原来强很多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国内媒体在疯狂的炒作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这个当然有一个背景，我等一下会讲。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华尔街也在配合包括像路透社彭博社这样的媒体也在配合炒作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什么呢？花旗银行最新评估说，这个人民币在2030年将逐步取代英镑，成为全球第3大支付货币，占由现在的 1.76% 提高到 7.9% 左右。支付货币是国际化的一个标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我经常讲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中共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没有好朋友。虽然他一开会招很多人来开但是其实他没有什么好朋友他支持他的人只有一个，他就唯一一个好朋友真心支持他的就是华尔街华尔街是真心支持中共在美国他唯一的朋友就是华尔街人民银行14号发布了一个报告，叫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这个报告讲了一个什么呢？讲了到了2019年第4季度末，人民币储备规模达到2176亿美元全世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就是说中央银行，全世界的各个中央银行把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放在那里的规模有多少？2176亿占全世界储备货币规模的 1.95%， 就将近 2%， 超过加拿大元那么排第5位
啊。那么这是2016年开始公布这个资产水平的最高水平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储备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市场上买的吗？不是啊。人民银行跟30多个国家啊签了一个叫货币互换协议。这30多个国家签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贸易啊，贸易。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中国的国际贸易全球第一啊。那么但是人民币是一个不可兑换的货币，大家理解吗？但是中国又和其他国家做生意啊，有贸易往来，那么中国就和其他的国家谈说，我们呢，人民币不可兑换啊，所以呢，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交易的地位啊，就没有交易啊，没有交易怎么办呢？我们就互换啊，我拿人民币，你拿你的钱，我们进行互换。按照一个价格啊，优惠价格，我们换啊，我把人民币给你，你把你的货币给我，这样的话，我这里有你的钱，你有我的钱，我们结算起来就方便啊。那么其他国家愿意吗？愿意，因为货币没有成本，对中央银行来说，货币没有成本，但是其他国家货币是有成本的，所以中央银行都愿意签这个叫货币互换协议。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跟其他国家签了多少个协议？签了30个协议，跟30个国家签的协议啊。那么30个国家签的协议，总共签了多少协议？多少钱呢？签了3万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互换框架。那么但是不一定别人会跟你执行这个协议啊，就是说我签了100亿，我可能不用那么多，我可能签50亿。所以呢，这个2100亿实际上只有1500亿左右啊，但实际上他签了3万亿啊，15000亿啊，2100亿大约是约束是15000亿，但是他实际签了3万亿啊。这个储备货币是这么来，它不是真的其他的中央银行把人民币当作一个储备货币放在那里。只不过他签了这个互换协议，他钱拿来了啊，钱换来了，那是什么？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这就是储备货币，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这是一个由于贸易地位获得的货币地位，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我要解释一下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达到19万亿，19万7千亿，大数20万亿啊，同比增长了24%啊，其中收款10万亿啊，增长25%，付款增加9.7万亿啊，增长23.6%啊。那么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2大结算货币。中国第1大结算货币是什么？美元。有多少？大家算一下就知道啊。这个中国大概有多少个国际贸易，大概就多少的一个结算货币啊。SWIFT 的数据，截止2020年3月，人民币成为第5大支付货币，那么占所有支付货币支付金额的 1.85% 啊，那么比2019年的 1.89% 小幅回落啊，排名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啊，那么大概是这样。这是第3。第4，易纲，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记者就问他说，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受影响？易纲这么说，他说，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首先，继续执行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措施，比如取消证券基金管理
期货、人身险等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取消这个 QFII、QDII 的这个额度限制批准运通、万事达、汇裕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其次，要继续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大概是这样一刚这方讲话到底有没有回应呢？基本上就没有回应。就是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没有影响？他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为什么不回应？没得回应。为什么没得回应？我后面解释好，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议题突然为什么会炒热？这跟什么呢？跟前面我讲的这个人民币14号发布了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报告有关系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是什么？真正影响最大的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进入6、7月份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到了8月份，我觉得双方在各个领域的这个激烈对峙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的金融界其实是有个非常大的焦虑这个我们做过一个我们上个星期做过一个这样的专题就是中国的金融界开始焦虑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如果美国中美要是真的翻脸，全面翻脸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美国把中国踢出美元结算体系的话，中国就会面临一个灭顶之灾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因为你要知道，美元是结算货币，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就是说如果你要进行国际贸易，你就要用美元进行结算就是结算什么意思？就是美元报价，第一个首先是美元报价，美元报价很重要，报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看所有的金融市场，你看它用什么货币报价，你就知道什么货币是结算货币第一，美元报价；第二，美元结账美元收付，就是说我收钱收美元你付钱付美元，这就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中国的国际贸易基本上是美元报价美元报价，美元结算那如果你说我不用美元给你行吗？别人不愿意答应。为什么？因为这中间就会出现什么？你很多东西就没办法执行。所以当中美之间发生一个巨大的矛盾冲突的时候，中国就开始焦虑什么？就是说当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我会考虑他会把我踢出美元交易美元结算体系的时候，那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因为中国国际贸易货物贸易占中国整个净 GDP 的30%多吧32%左右吧所以如果中国不能够用美元结算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受到巨大的打击这是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呢，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有人就开始提出了那我们就让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国际化呢，我们就可以绕开美元结算的这个瓶颈，贸易瓶颈。你现在就掐住我，就是美元结算是我国际贸易的一个瓶颈，那我就人民币国际化呗，我们就推动这个国际化，就想办法避开这个美元结算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最近这一波人民币国际化议题的一个背景，于是乎就出来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说法各种说法。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先从概念开始去讲
在讲人民币国际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什么叫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你有没有听说过美元国际化？没有啊。你有没有听过日元国际化？没有。人民币是个不可兑换的货币，或者叫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着人民币，你没有办法跑到其他国家去支付，因为它没有兑换，没有可兑换。没有可兑换就是人民银行没有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是说人民币是不能够自由兑换。为什么？因为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你的货币一定是自由兑换的。如果你的货币没有自由兑换，首先你就不具有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所以为什么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或者我们在讲中国有外汇管制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就是说你跑到银行去，我想换美金，换1万美金，不行，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条件你一年你这个额度超过了，不可以换了。所以中国有外汇管制，翻过来讲就是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这件事情才存在国际化的问题那么国际化是什么意思？国际化就是人民币跑到国际市场上去，不在国内，离开中国进行流通、结算、交易，这就叫国际化。那么为什么人民币之前没有国际化，现在又提国际化呢？因为你没有自由兑换，所以你就不被国际市场所接受。那么人民银行为了让人民币慢慢的具备自由兑换的条件，它就推动人民币跑到国际上去结算、去交易。那行吗？行，有些领域行那么在推特上有个网友跟我讲说，这个他们在有些中国的游客拿着银联卡在其他国家刷银联卡，甚至刷微信都能够买东西，他觉得是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不对的这他只看见了刷银联卡、刷这个微信微信支付或者刷支付宝他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商家背后跟银行之间的这个结算。其实呢，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有一些领域，比如说游客，他为了做生意，想办法让他进行结算，那么他就进行结算。那么有一些，这就是货币互换的结果那么，但是它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就能够跑到国际上进行自由兑换了呢？不是的。一个货币是不是具有结算或者自由流通的能力，或者是被国际市场接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贸易。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市场上在国际贸易的市场上，你这个货币被接受了，那就是个自由流通货币。如果你不被接受，那你就还需要慢慢的国际化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因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那么人民银行推动国际市场逐步的接受这种货币作为一个结算货币的币种，但是这条路还非常的漫长。那么虽然跨境结算就是说贸易结算人民币已经有1%点几的市场占有率，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并不说为什么一个货币成为自由流通的货币，
或者被市场能够接受的货币，或者被国际贸易接受作为交易货币来实现，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它必须自由兑换，或者说它的资本项目，就是这个国家的资本项目必须开放。中国是贸易项目自由开放，就是贸易，如果你进行国际贸易，你可以自由兑换，没问题，但资本项目不可以兑换，就中国是没有实现的。一个国际收支国际账目有两个账，一个叫一个叫贸易账，一个叫资本账。中国的贸易账是开放的，但是资本账没开放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要去实现自由兑换，必须实现另外一个条件，叫汇率的市场化。什么叫汇率市场化？你必须打开你的货币市场让全世界来交易你的货币。你当全世界能够跑到你的外汇交易市场进行买卖人民币的时候，人民币才有可能自由兑换。那么目前中国的外汇交易是个什么情况？目前中国在上海有个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外汇交易中心只允许谁参加？只允许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指定银行才能参加进行交易，其他人不可以它有没有开放市场？没有那么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是市场化的吗？不是。人民银行讲得很清楚，人民币汇率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它不是市场交易机制。这是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既没有实现自由兑换，也没有市场化的汇率机制。那么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人民币能不能实现国际化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些市场的尝试，没问题，但是你要变成一个国际贸易上的结算货币，目前人民币不具备这个条件。这两个条件是基本条件。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强劲的贸易盈余就是你必须是人民币必须是一个强势货币强势货币，我的出口盈余非常强劲。当我开放资本市场的时候，当我开放这个人民币自由浮动，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时候，我不担心两个后果。第一个，人民币汇率一泻千里，我不担心这个问题。第二，我不担心中国的资金一泻千里跑光掉了，我就不用担心这两个问题，我才会去做这两个动作。我做完这两个动作之后，人民币才有可能国际化。如果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欺世之谈，骗人的。我们讲讲人民币国际化有没有教训？有教训。在2015年到2016年，人民币有一个持续的，从2008年开始人民币一直有升值的压力一直有升值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持续的贸易盈余持续很强劲的贸易盈余。很强劲的贸易盈余呢，那人民币资金流入因为大家都觉得有这么强劲的贸易盈余，那个人民币得涨大家觉得人民币涨，所以钱就往中国跑，因为人民币要涨嘛，那我换成人民币资产，我就可以获利嘛，所以那个时候的钱就往中国跑，往中国跑呢，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就开始放松外汇管制，放松外汇管制导致的后果是什么？中国损失了1万亿的外汇储备，就是从2015年到2016年这2年期间，中国损失了1万亿的外汇储备，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然后就开始人民币开始就出现什么？出现资金外流的情况啊，就是大家就发现不对，这转势了，转势资金就开始外流。到了2018年，中国就采取了一个史上最严格的外汇管制一直到现在啊，这就是2015年的叫什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教训。所以从目前的条件来看，第一，中国的可兑换遥遥无期，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进程遥遥无期。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遥遥无期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中国的改革滞后，就是说人民币想要自由兑换，你就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就是必须全面推动市场化啊，汇率的市场化、自由兑换这2件事情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一个结果啊。你不可能推动国有化，整个经济推动国有化往回走，然后在金融领域推动自由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理解吗？所以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当中国在推动它的经济的国有化的时候，强化这个国有经济国企的地位的时候，当政府国企占有市场的资源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货币问题。为什么？因为货币是经济的结果。当你在往这边推动这件事情往那边拐的时候，人民币能不能推动它的自由兑换？不可能啊，因为当你经济结构在往那边转的时候，那么为经济提供服务的金融也在往那边转啊，也在往那边转的情况下，你能推动自由化吗？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矛盾来的。那最后导致2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巨大的削弱，中国出口受到巨大的削弱，人民币的汇率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人民银行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采取，我们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人民银行过去2年3年的时间啊，它推动了一件事情，推动什么事情？去操控人民币汇率。他知道人民币现在有巨大的压力，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经济结构往那边走，出口的就会下降，人民币汇率有压力，他就采取各种措施，各个层面的措施，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各种措施，包括要求商业银行控制受贿，不让商业银行卖汇，减少对国内经济对外汇的需求。这样的话，操控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表现得很强势。但是这些措施最终反映的结果是什么？人民币其实离国际化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你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非是3个进程。第一个进程，你要想办法推动经济的自由化，你要让市场化成为经济的主导，资源的主导。你现在反过来啊，反而要加强国有经济，加强政府的控制力。那么你市场没办法主导的话，那你这个我们讲市场资本项目的开放变成不可能，因为你一开放的后果是什么？你一开放的后果就是资金跑掉，所以你不会开放，资本项目是不会开放，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汇率的市场化，
汇率的市场化就变得更不可能。当你这两个条件做不出来的时候，你能让人民币变成你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可兑换的货币吗？那是不可能。所以现在在市场上讲人民币要自由兑换，我们这个跨境结算等等，这些都是欺世之谈。跨境结算是可以发生的，这个没问题。为什么？跨境结算是跟着谁走？跟着贸易走的。有贸易，你就会有跨境结算。你跨境结算，我用人民币让对方接受，可能发生吗？有可能。但是这跟资本项目开放、跟汇率开放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所以不能用这个问题，就是我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来解读说人民币在国际化，这是欺世之谈。所以不管它怎么跳啊，在这个问题上，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议题当中，当它的整个的经济往国有化、往这个国企化方向转的过程当中，人民币是不可能国际化。讲现在说我用人民币国际化来抵抗美国可能采取的核弹的措施，就是取消中国的美元结算的这个风险，这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结论就是什么？中国经济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人民币逐步变成一个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者是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逐步的实现市场化。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改革开放，这是一个结果，那么最终人民币会变成一个国际贸易能够接受的结算货币，这就是结果啊。那如果你现在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什么？强调两条。第一条，根本制度，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什么？根本经济制度就是国有经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国有国企，国有经济国企，强调这两条，然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停滞往回改。当你往回跑的时候，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就会停下来。这两件事情停下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的努力就全部泡汤，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跨境结算，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这是两件不同的层面的事情，所以不能用人民币跨境结算或者人民银行和其他央行进行货币互换来解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取得了进展，那是胡扯，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好吧？好，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这个，就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议题，在现有的语境之下，就是欺世之谈，不存在的，这就是今天的结论。人民币想获得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只有一件事情，必须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才有可能，就是什么？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继续往回走，这件事情就不存在，就不值得一提，好吧？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再提一下就是说会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么这两天后台又有一些其他的幺蛾子，各种幺蛾子都发生，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应对平台的各种
各种小动作啊，那我也不大想讲，但是呢，我就希望大家理解，我们要尽量的让大家能够有条件的网友加入我们的会员，减少我们对平台对广告的依赖啊，或者是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影响，这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好吧？我在这说一嘴。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尽量简洁，好吗？我也尽量的能够把我们这几天都表现的比较好，就是我们尽量的能够把我们选出来的这个问题和情况都读完了，我也比较满意啊。那么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好吗？尽量的简洁，好不好？好，明谢984 degree， 谢谢。Hello sir, buy you an Indian Panagam， 谢谢 ，Thanks 啊。JDP， 谢谢。观点：按中共独裁者的习性，一定会围绕着华为制裁展开一场举国大会战，在芯片等科技领域求突破，同时会加快 5G 网络和太空等大项目的投资，以壮自己的声威。再加上军事上的巨大投入，其结果一定是好大喜功，自欺欺人，从而消耗天量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啊。有什么依据吗？围绕着华为把这事情给弄砸是吗？华为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2个，第一个。围绕着华为1年03个月的这个纠缠应该就结束了啊，就没什么好。你看国内的媒体也没有太高调啊，因为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因为这件事情这个门已经关上了，你门关上了，你再去叫骂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你可以看，基本上国内的这个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社也好，包括人民日报也好，没有太去在这个议题上做文章啊，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觉得华为这件事情就慢慢的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啊。Sophie 萌，谢谢。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观点：人民币汇率掺入党的意志这种东西，并不反映真实的购买力，自然没有真实的市场参考价值。我一直认为，中共唯一不可全盘把控而可破的蚁穴，一定来自汇率。OK， 观点：人民币不能国际化，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不会让人民币进入结算体系。就算人民币真敢国际化，现在 China 的外贸情况，国际秃鹰都在做空，想着就发抖。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吗？你要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就说我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些常识啊，我们不能光喊口号。我们要把用常识来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不是合理或者科学啊，所以不要上来就喊口号，我不喜欢喊口号，我不希望大家喊口号，喊口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只会让我们的讨论变成越来越空泛，没有意义，好吗？我们一定要讲，你认为它有问题，那你要告诉大家问题在哪里，依据是什么。如果你说我只是说它有问题，那就是口号，好吗？所以尽量的不要喊口号，我们来这里讨论问题，来这里去陈述一个观点，我们尽量的让自己能够讲的观点是有依据的啊。观点：中国央行推行数字货币主要是为了防止挤兑。现在中国天量的 M2 已经无法用纸币承载了，必须用无法取现的数字货币才能避免金融风险。我建议你还是要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做过2、3个关于中国人民币的数字货币的问题啊。数字货币，我认为在中国啊，这个话题我也再讲一下。我最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
关于人民币数字货币的评价。那么基本上有2个方向的评价。第一个方向的评价就是，中共当局利用数字货币来操控老百姓的财富啊，甚至想办法就是通过数字货币把他们的财富盗窃走啊，有个盗窃手段，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就是，中共当局利用数字货币监控人民币。监控中国人民的这个生存状态啊，就监控它，提供了一个新的监控手段啊。哪是这样的？数字货币和人民币数字货币跟银行数字化其实是有共同的效果的。中国的现在的银行体系已经全部数字化。什么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已经全部都已经在电脑系统里面，就是中国人的财富基本上都在银行的电脑系统里面，都是一个数字，一个个数字而已。这是第一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啊，就是说，当你的银行体系已经全面电脑化之后，已经没有账本了。也没有实体了啊！现钞是中国庞大金融体系里面非常非常小，就连这一点都不算了。现钞啊，就是你看到的纸币，我们叫现钞。现钞已经不重要啊，现钞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以这么庞大的货币体系来说，中国的货币体系早就已经在电脑系统里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由于这个电脑体系或者银行交易体系全部已经电脑化，我们就有一样东西叫数字痕迹啊。只要你经过交易，电脑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你就有数字痕迹。只要你有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就可以追踪所有的交易，理解吗？什么意思呢？你今天拿着手机去吃早餐，然后然后在电脑上买了个东西，然后拿着手机发了个红包给你妈妈，这些所有的都我们叫数字痕迹。这个数字痕迹都是可被追踪的。人民银行也好，公安局也好，国安也好，国保也好，他们的后台。他们可以利用人民银行现有的数字系统，人民银行也好，这个银保监会也好，都可以查到你所有的交易记录，只要你在银行体系里面发生。所以呢，其实呢，根本不需要数字货币。现在网上对数字货币的各种评价早就已经可以实现了，10年、20年前已经可以实现了。尤其是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移动支付，就是手机。手机移动支付大大的扩大了什么？数字痕迹覆盖的范围。就是现在已经在中国，我相信现钞就是钞票的使用效应该少于0.1%。少于0.1%，就99.9%的交易都是有数字痕迹，只要有数字痕迹就能找到你。就是你可以翻过来，就是你每天的所有的交易，人民银行在后台一个指令就可以把你当天所有的交易，跟谁交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景发生的交易清清楚楚的列明，可以一直追踪下去。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不需要数字货币。所以你说数字货币是为了达到这个监控的目的，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它已经具有这个手段，啊，他想做就一定能做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的财富，你的所有的钱，从你的股票到你的现金都在银行，都在证券公司里面。
当局是可以锁定你的所有的财富的，这个不用数字货币，它也能实现，理解吗？所以呢，现在网上各种对数字货币夸大其词，那就是夸大其词。数字货币没那么神，数字货币就是现在网上说当局通过数字货币想达到的所有的意图，其实不需要数字货币，它早就实现，10年前已经实现了。所以那又是欺世之谈，没有常识。当人民银行把整个的中国的金融系统全部实现电脑化，全部实现联网的时候，这件事情早就发生了啊！不要说数字货币会实现这个目的啊，什么的不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有一条新闻，就是深圳、苏州、河北三个地方试点提现，就是大额提现要登记。这里面有2个新闻，这就有2个点是很多误读啊。第一个，提现没搞清楚，提现什么意思？提现就取现金，取现金就这个新闻也是被误读的啊。取现金，它只是说你取现金你要登记登记一个表，你讲清楚这个提现的目的是什么，用途是什么就可以了。不是不让你取现，是可以取现，但是你必须超过一个金额，你必须预定提前打招呼，然后呢你就填表登记，然后你还是能提现。它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大家要知道，当你拿现金的时候，当你手上拿着现金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什么？离开了电脑痕迹，就是你的所有拿着现金进行的交易都是没有电脑痕迹的，都是没有数字痕迹的，是不可追踪的。他登记这个下来，就知道你这里有笔钱是无法追踪的钱，才知道这个。这个目的是什么？核心的目的其实是防洗钱核心的目的是防洗钱。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做这个节目一定要，其中有一个目的是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喊口号，口号没有意义，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什么，好吗？观点：人民币严重超发，就像中国经济表象上看增量时代结束，长期看内部结构不平衡、不稳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难以解决，所以货币信用无法支撑观点：数字货币应该有一个效果，就是能把赖小民这样的钱逼出来。错误错的人民币发行新一套的货币纸币去年发行，我印象中是去年，它有一个钱是没有换的就是发行新的纸钞，有一个币种没有发行新钞，什么？大家猜一下？50块钱有5块钱有，10块钱有，都有，所有的纸钞全部重新印过重新做过新的，只有100块钱的不做。知道为什么吗？保护赖小民是不是？所以你想想看，他发行新的纸钞，留一个人民币不发行，就100块钱的人民币纸钞不发行，就是保护赖小民他们全是贪官，在家里全藏着现钞拿。所以你要把你说有数字货币，所有的现钞全废除吗？怎么可能？拜托，有点常识好吗？数字货币出来，纸钞仍然流通，理解吗？赖小民的钱还会在那里观点：1美元兑换20元人民币，土共就没有钱买国际商品，这就是为什么保汇率。提问：请问王婶，我在思考上层考虑制造业国际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纳入其内循环中。举例，中国出口塑料制品，法国人收支一直拿着人民币来大陆买卖，而没有换成美元的需求，这是不是他们认为的国际化一种？网友：
法国人拿着人民币只能跟中国交易拿美元，跟全世界交易，除非法国需要很多中国的商品才有可能。我真没看懂，法国人为什么要拿着人民币来大陆买卖？他的人民币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像我们有个网友跑到推特上说他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游客跑到这个美国用微信去买当地的礼品，然后当地的这个卖礼品的那个店收他的微信，收他的人民币。然后呢，他说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循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游客拿着人民币没问题，这很正常啊。但问题是这个卖礼品的，他可以去跑到中国进货，这个也没问题啊。这个就是中国的游客跑到美国去啊，买中国的礼品。再带回中国去，我想问一下，第一个，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第一个，卖给他的是个中国人；第二个，卖给他的东西也是从中国进的货。那我要问一下，这个游客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买一堆中国的制造的商品，然后再带回中国去呢？这个循环只能发生在这个循环里面当中。如果这个游客跑到美国人开的一个商店，这个商店进货的渠道不是中国的，这个循环就成不了，对吗？大家理解这件事情吗？所以大家要想清楚，你要让人民币去流通，你唯一可以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拿着人民币跑到一个美国人开的一个餐厅去吃饭，他能够接受人民币。他问题是，他接受人民币之后，他在当地买食材、付工资的时候，他得花人民币才行。如果他花不了的话，人民币他会接受吗？一定不会接受，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去用一个小循环，这非常小的这个循环，说中国的游客被人忽悠到一个美国的商店里面，买的全是中国的制品，然后他傻了吧唧的把这个中国制品当美国货买了，又带回中国去，然后这些人继续骗这些中国游客，这个循环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不叫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骗局啊。提问：王先生好，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是否都是本身具有足够竞争力的国家的货币？不够强的货币，类似人民币这样的，如果自由开放兑换，是否会对本国的储备造成巨大的影响？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很多100多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自由兑换的，就是只要你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自由兑换的啊。你比如说泰国，你比如说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你比如说港元，你比如说等等，都是自由兑换啊。所以，当然自由兑换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香港。比如说阿根廷叫货币局制度，它跟美元挂钩啊，那是另外一种模式。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自由兑换，就是你可以换，你拿着美元跑到巴西，你能够直接换成巴西的钱，然后你走的时候可以把巴西的钱换回美元，这就是自由兑换啊，所以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就是货币贬值，货币巨幅贬值。这个亚洲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就是泰国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因为他借的债太多了，他还不起，那大家就抛售泰币，就是这样的啊。跟外汇储备有没有关系？跟外汇储备没有关系，它是货币体系、自由市场啊，市场经济啊，它就是个货币体。所以我们刚才讲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就是货币，你的货币是自由兑换，你的汇率是市场决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其中一个标志啊。
那人民币有没有自由兑换？没有。所以人民币是不是这是个必要条件，不是个充分条件。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了，是不是中国就市场经济？不一定是。但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一定不是，就这个道理啊。提问想问王老师，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根本因素是什么？美联储大放水和美元走弱对人民币波动有长远影响吗？决定人民币汇率因素有很多啊。第一个就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外汇就是贸易，对外贸易，这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的资本项目啊，中国的这个国际收支状况，这第二个啊。我们不说贸易，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的经济状况，三大因素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啊。那么美联储放水对人民币波动有影响吗？当然有影响，因为人民币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其中美元为主，所以美元走弱对人民币波动是有影响的啊。问题：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欧元、澳元等也在升值，是否可以认为央行并没有操控汇率？不是，央行在操控，中国人民银行在操控人民币汇率啊。提问：中国这种形式的货币储备意味着别人储备了多少人民币？中国也储备了等值的别国货币吗？不是。提问：数字货币是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措施？不是。观点：自由兑换的话，有钱人都换美元去美国买房了，谁还会在北上广买房？非常正确。如果人民币现在自由兑换的话，就意味着资金就跑掉了，是人民币啪就会掉下来啊。观点：西方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不对，这是喊口号，不对。金融体系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体系下啊，这跟自由民主没有关系啊。提问：王老师您好，您之前的节目说 CCP 故意不发行大额面钞，那之后的数字货币出来之后，替代的大额面钞影响吗？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故意不发行，我没有说，我不记得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啊。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来提问。为什么？我讲话都是有语境的，那么你把语境剃掉，拿出其中一句话来，王老师用以前的王老师来打倒现在的王老师，这不公平啊！我们不这样提问题，好吗？提问：现在有多少个国家使用手机支付？自己上网查，不可以这样问问题，好吗？观点：1990年代直到1998年外资大举进军中国时，美国曾推动人民币大幅贬值，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现在资金外逃，则希望人民币强硬。如果在压力下开放贸易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会保持不动，将会出现灭顶之灾。只有开放汇率国际化，才会抵消外资连续外逃。有两个基本事实你说错了在过去大概过去10年吧过去10年，美国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升值，而不是贬值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包括现在也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什么要求人民币升值？当然是相对于美国来说，它可以出口更多的商品到美国、到中国所以美国一直是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人民币开放人民币汇率国际化，才能抵消外资连续外逃。这个判断不正确汇率国际化，汇率没有国际化，汇率只有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说外资外逃，外资如果要外逃，人民银行是挡不住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民银行的汇兑责任。资金，一个外资把钱换成人民币投资中国市场，
然后等于就是人民银行要承诺，他如果撤资，人民银行要把他手上的人民币换成外汇汇走，或者是他在中国经营获得的利润，他有权换成外汇汇走，这就叫人民币的最终汇兑责任。人民银行用什么来承担它的汇兑责任？外汇储备。OK。问题，人在美国，大量人民币等着出海，额度只有5万，以后汇率会怎么样？担心。你担心什么？你担心什么？你能讲清楚吗？观点，人民币在国内是不能自由兑换，但人民币出了国是必须无条件兑换，只不过央行用控制外汇海外人民币规模的方式调整人民币汇率。这几年深圳很多人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带人民币现金到香港兑换美元买保险。这个话呢，有一半是对的啊，但是有一些情况没讲清楚啊。第一个，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搬到香港去，香港的找换店就给你换啊。这是由于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它有这样的汇兑需求，就是有人要换人民币，有人要换美金或者是港元，那他就居中拉扯啊，所以他就在居中，就我是一个找换店，这头有人跟我换人民币，这头有人跟我换港元，我就中间倒个手，这是兑换店的找换店的一个模式。那么人民币在海外的最大的离岸中心在哪里？在香港。那么香港这个离岸中心有一个蓄水池，蓄水池里面就有人民币。那么在这个香港这个环境当中，人民币就能够实现兑换。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有最高峰的时候，我印象中有7、8千亿啊，现在大概有3、4千亿啊，大概是这样的水平啊。买保险是另外一件事，买保险原来是可以用银联卡刷银联卡跑到香港去买保险，后来发现这是个巨大的漏洞，就不让刷了。不让刷呢，蚂蚁搬家的方式是有点困难。为什么？能搬多少？一不小心被查到了怎么办啊？所以现在到香港买保险就要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地下钱庄的方式啊。观点，银行高管还在聊外汇储备用来扶贫，拿着货币战争当金科玉律，这种水平脑子真是被洗得干干净净。货币战争真的骗了好多的人啊，也足以说明什么，在中国非常需要普及这个金融常识啊。情况现在国内居然有卖场会让用现金的客户进行个人信息登记，比如深圳梅人士啊，我在推特上看到了这个照片。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是因为疫情啊，因为你用现金我没办法追踪你，所以就要登记啊。情况今天体会到王老师每天面对的5毛有多可怕。今天蓬佩奥的推特下留了个言，立刻被数以百名5毛恶毒攻击，就是直接谩骂，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阻吓人民之声啊，非常正确。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讲说，王老师你就打开这个视频下面的这个讨论区吧，就是让大家留言吧，5毛没关系，你就不管它，我们就在那边留言就行啊。我为什么不开放？不开放的原因就是一个原因，我不能让这块变成5毛的阵地，我就是不开，我就是把这个阵地关闭，也不让5毛占领这里。那时候我没关系，我就说2句话，我就想在那发个言，不行啊！如果你就是因为你想发1句言，5毛这里发了1000句言，然后在这开批斗会批斗我，那怎么行？那不可以。所以这件事情我不会开放的啊，因为没有时间管理这些5毛，所以我们不开放。观点，王老师每次给数字货币辩护，他们企图消灭现金交易，
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是昭然若揭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实事求是啊，喊口号没有意义，我都讲过10000次。你可以不用数字货币的，谁说你要用数字货币的？你只用数字货币是你的一个选项，理解吗？它必须保留现钞，它必须保留非数字货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为他，我怎么会为他辩护呢？你想一下，我只是告诉你真相。喊口号当然很痛快，我也可以喊口号，我喊的口号比你还要好，但问题这没有意义，这并不能改变这件性质的属性啊。所以首先我讲，数字货币没那么神，数字货币只是，我认为数字货币只是人民银行解决它的一个焦虑。什么焦虑？就是当超级货币出来的时候，人民银行如果认为他手上没有数字货币的话，人民币会被排斥掉，这是人民银行的一个焦虑，所以他要搞数字货币，这是他的问题，这才是真相。数字货币我讲了10000次，数字货币你们讲的这是所有的东西，不用数字货币它早就实现了，理解吗？观点，原先的个人之间的现金交易确实不在监管内，数字货币这部分也要纳入监管。我不同意。观点，废除纸币，辅以推行数字货币，可以帮助推行负存款利率，辅导银行补贴银行资金成本，加大货币政策有效区间。基本上胡扯。王老师你好，我想请教，西方尤其是美国，最终是想让中共下台还是服软就行？想听听你的分析。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让人服软啊，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人是不是这么想？我不知道啊。我们要看他们的战略意图，美国的战略意图，我们现在知道的2点。第一点，不能让中共伤害我们啊，就是中共对我有敌意，我要阻止他伤害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削弱他，减低他伤害我的可能性，这是美国的2个战略意图，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王室，请问怎么去最快的证伪或者是证真一条新闻或者是传闻呢？尤其是听起来骇人听闻的有阴谋论倾向的消息，这个好长篇呢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要掌握很多的信息这第一个。第二个，你需要去认真去求证去查，就这2条，就是全是笨办法，没有一个你想要的捷径，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捷径。就是第一个，首先你要掌握很多的信息，你只有掌握了很多的信息，你才有可能去证伪或者是证实。第二个，你真的要去查证，去搜寻相关的资料，没有一个绝招都是笨办法，好吗？明谢招成谢谢曾明奇谢谢 TT 谢谢，请王老师喝澳洲红酒Penfold Grange 谢谢。中国开始制裁澳洲红酒了。Harry 张谢谢。J 江谢谢。情况，王老师说人民币国际化是镜中花，原因3点，我马上翻译说要哪3点，我拿了满分，说明王老师的震惊扫盲工作做得很成功，谢谢谢谢。姥姥王谢谢。内尔吴谢谢。讲白一点，人民币还有人要吗？有你给我要观点，数字货币的作用：1. 消灭 M0， 2. 防止挤兑这不对，这都不错，这是不正确的好，我们现在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贵人111谢谢。
我正当用途吃饭、买水、支付宝、数字货币，但是我去C 街修车这些不正当的，我一定提取现金，好吧？好，我们现在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再见。